今天去商场逛一下。全程半小时。这块路要半小时吗？你看人离老远，就是他就会让。咱们正常开车的习惯，人家没到这边，开着走呗。他不是，那他看着人要往这走，他就会让。你看他有的多数走左侧的那个，今天又走右侧这个。之前我拍视频说为什么要走分左右走，因为他一个是月租的，一个是临时停车的。谁开法拉利出来了？这个有点过于保守了吧？剪一下。这右转其实是有问题的。有些人说这个黄灯的问题，我认为呢，黄灯是可以走的啊，当然也可以不走，保险起见可以不走，但是你要走也没有问题，因为怎么说呀？如果黄灯不能走的话，那你要黄灯干什么？直接那个绿灯变红灯呗，是不是？它必然会有一个缓冲的，你的速度当前，比如说这个路口是60，那你还有，距离它还有2秒到这个过线，这时候变成了黄灯，你咋办？如果你是急刹吗？甚至更快呢？你不可能急刹吧？你肯定是要过去的。那这个过去就肯定是在黄灯，这个黄灯就是让这种，就是让这个时机的车通行的。好多人说是那个你闯黄灯，对面的不是，对面要走的话那是红灯，这边黄灯结束，你们可以仔细看，这边黄灯结束了之后，那边才那个红灯才能变成绿灯，它不可能说这边是黄灯，哎那边是绿灯，不可能的，因为黄灯的就是让你有这么一个缓冲的。如果没有缓冲的，如果没那个黄灯算闯的话，那直接黄灯干啥？你直接变红的呗，是吧？你得人性化，你过这个路口，你必须要给你一定的缓冲啊。而且咱们这边好一些，就是过路口要减速，
我个人呢也是这样，就是比较有这么个习惯。但是你在有些国家，你过路口不能减速，就是你有路权，他们有一项考试是你过那个路口，你要是减速了不合格。所以说你要有自己的路权，就是你不能随便减速，你该减的时候减，不能减的时候不能减。哦，对，我以为我要直行呢，搞了半天他要左转，我以为他走错道了，主要是这哥们经常走错道，所以说我有些担心。这盏灯有可能识别错误，那个上面是一个掉头的这个，掉头的形状有点像圆形，然后下面是圆形的灯，它有时候识别错误，就是上面的灯你看它识别成了一个绿灯，现在绿灯它也没走，就是识别错误，这就是它的一个问题，他搞不明白哪一个是哪一个。而且我发现它后台可以调这些权限或者这些这个一个阈值。我之前走这个地方，他想闯，后来走就你看他识别不了，他不走了。他这个红绿灯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大的问题。这个地方走错过，就是他从这儿拐进去了，哎，他还想往从这儿拐，你看又走错了。这个地方是不对的，这地方拐进去了那个建立公司了，上面这个墙这边这个拐，你看这就走错路了，那个走错了就直接拐进去了。但是我走这个地方有的时候能走对，有的时候走的不对，这个就有点保守了。他是想等这个车过去，但是我觉得不用等这个车，这个车离的距离足够的。那这个的话，直接在左侧排队就行啊，他非得要到右侧这个中间这个道，就因为少了一个车。行吧，有的时候我开也是这样，这个道少我就在这边，但是一个车无所谓啊。你看这种一个灯一个圆形的问题不大，但是也会受干扰。这边的这一个，你看看不明白，他可能就会看不明白。你看他看到三个红绿灯都是红色，现在你看三个，以哪个为准？他其实搞不明白，我觉得。但实际上是这个是人行道的，人行道的也会干扰他。这个是可以走啊，我点点吧。我不知道他是等车还是不敢走，还是跑，这就是灯的问题，识别的灯不对，识别不了，他就以保守的状态不走。今天车少，然后好多都是在第一个，可以看一下红绿灯的情况。它这个红绿灯在重庆这边概率挺大的，识别错误，因为重庆这边有很多奇怪的红绿灯，因为它本身路口都不规则，有歪着的、斜着的，还有一些那个好多每一个车道上一个红绿灯，都是不是圆形的，是箭头的。有的这个车道是左转的、右转的、直行的，比如说有8个车道吧，八个灯，还有夸张的是怎么样？就是你这个车道和前面的那个灯对不起来，就是你
你看到正前面，可能他这个灯不是在你这个上方，可能在马路对面啊，50-60米，你对着你这个，哎，对不起来。我们人类怎么对啊？就是对面的那个牌子，比如说有8个灯吧，1个、2个、3、8个道，然后呢，它会有车道，车道1、车道2、车道3、车道4、车道5，哎，就你要看你在哪个车道，然后再对应那个牌子，那你在哪个车道怎么算呀？你数，从左侧数1、2、3，那多了你也不大好数。你在左侧1、2、3、4好数，你再多了不大好数。我这绕了一下，多数后面也摩托车。这车打着右转向，并不想变道。
我突然觉得下一版本这些问题可能还真的解决不了，没有大量的本地数据训练，肯定是不行。那天我看那个评论区里边有个哥们儿说，想看那个遥遥领先的那个一镜到底的这个自动驾驶视频，还是全网找不到，是突然找了一个说全程无接管一镜到底无剪辑，哇，好兴奋，进去一看，一看全长5分钟还是8分钟，其实为什么呀？这东西不就手机不就放这拍不就行了吗？行车记录仪拍不就行了？就是拍的时候不能玩手机，不就行了吗？为什么不拍个长一点的呢？太长没人看，拍半小时都别行。你看他让这个摩托车，就是后面一个摩托车想挤过来，他先让他这个礼让做的确实挺好。本身觉得你这么礼让，可能夹台啥的都完成不了，但其实他还可以。他让他，但是他不减速，他不是不减速，不停止，就一直走，走得很慢。其实他就是你在汇入一个路口的时候，你这个车它一直走，它不停止，它走的1公里、2公里这样走，就是你可能一个车能过去，第2个车也能过去，第3个甚至也能过去，但第4个后面的你就过不去了，因为它一直往前走着呢，你后面的车给你预留的空隙你过不去。所以说我就说让着让着，他就完成了这个汇入。他还不是说我就不让你，会发生一个碰撞啥的，这个灯应该识别不对吧？这个我往左走一点吧，往前走一点，因为挡住后面直行的了，直行的是绿灯，是我踩着电门往前走，因为已经到了，这个它显示导航是到了，但是我不知道它能不能往车后走。哎，你看，这就识别错误了，你们能看到这个灯吗？哎，你们看不到那个灯是吧？这看不到，就是直行的灯绿灯变成了红灯了，但是左转的并没变。这个地方这个灯并没变，就这个灯变成了绿色变成红色了，它要走，识别错误。不是，是因为这个地方这个人行道的灯变成绿色了，它要走，他以为那个是控制左转的，所以说就是你看现在这个我已经取消了这个，所以说现在这个才对的，它就识别错误了，就是人行道的灯会干扰它，就是他看不懂看不明白，取消到自己开进来了。所以说这个
你要不训练的话，你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那人行道的他看不懂。我们人类很容易，哎，那个地方是个人行道的，但他呢，他以为那个地方是个左转的，可能在他老家那个地方就这种他没见过。他这东西不是说，哎，他知道红色绿色，他不知道，不是说知道不知道，他是不懂这个。好，我接管开进去，到了这个车库可以乱走了。好，谢谢大家啊！这个视频拍了，我看这是30分钟，刚好30分钟。然后当时导航也是30分钟到，可以说是刚好吧。就这个效率就是导航显示的这个时间和这个实际用的时间是一致的。好，谢谢大家。